今天给大家讲述一个我们同行的故事。事情从他的一次写作开始。周玲是一位性格忧郁的灵异小说女作家，她总是为了寻找创作灵感而不惜冒险亲身体验。有段时间，她听说了上海老弄堂里的一栋旧房子，她被传说中的灵异事件所笼罩，周玲便决定前去实地探访。那栋旧房子位于一条古老的弄堂里，周围都是老旧的建筑和石板路，给人一种古朴的感觉。已经传闻有灵异事件很久了。周玲来到这里后，便向一楼看房子的老大爷租下了这栋房子的一个套间，准备在这里住一段时间，以此来获取更多的写作灵感。这栋房子非常陈旧，墙壁上有许多年代久远的裂缝和斑驳的颜色。当周玲打开房门时，一股闷热潮湿的气息扑面而来，让她不禁皱起了眉头。她开始仔细搜寻每一个角落，但是并没有发现什么异常。一天天过去，什么也没有发生，并没有周玲想要得到的写作素材。这一天，周玲想要向老大爷询问这栋房子的情况，但是他却不在家。周玲便开始四处寻找，找了一大圈也没有找到。回房时，周玲居然在自己房门口撞上了老大爷。她向老大爷询问房子的状况，可是老大爷却面色惊恐地走开了，并没有回答她的问题。当天，老大爷搬走了，房子也变得越来越荒废。周玲成了这栋房子唯一的住客。时间过去了很久，有一天，这套房子又多了一个爱穿白色裙子的女生。这一夜，周玲被一阵急促的叫门声吵醒。一个身穿白裙子、面色惨白的少女出现在了楼栋大门外，逼得她只能起身去打开大门。周玲的到来让那女生诧异的微微一愣。小姑娘对周玲说，她听说除了一个老大爷外，这栋房子并没有其他人。周玲告诉她，老大爷很早就离开了，并说让她去2层休息。女生也不废话，径直走了过去。因为她的存在，周玲多了一个很有意思的街坊。她从来不在白天外出，总是半夜出去。她在开门的时候总是一身白衣，对周玲频频颔首致以问候。看着她说话和生活，是一件很有意思的事，也是周玲最爱干的事。她的生活很简单，每天晚上都要出去走走。他很爱在自己的卧室中用手提电脑做笔记，然后把这些笔记整理为一篇很长的文章。早年，周玲还知道一个作家，但是那个作家早已在周玲的生命里销声匿迹。一想到那个一身青衫、一头乌黑长发的作家，周玲就感觉到一股淡淡的孤独。少女很少和周玲有什么接触，她和她交谈时，都是一副慢条斯理、淡然自若，仿佛对周围发生的一切都漠不关心。某一日，他忽然过来和周玲谈事情，周玲就把他请到了自己的书房里。他向周玲打听这个地方到底有没有人死在这里。据他所说，那个作家年纪不大，喜欢创作惊悚故事，是个工作狂。然而，作家却不知自己有心肌梗塞，在创作过程中因幻想而昏厥，最后于书桌前死去。这个小女生脸色苍白，额头上的黑色长发也因为冷汗而紧贴在了她的脸上。不过她的双眼中却带着恐惧与激动，隐隐透出了一种异样的光彩来。周玲问她还知道些什么，小姑娘顿了顿，又说这个地方和外面的世界几乎没有接触，所以这个作家的死讯都没人知道，更不会有其他人来到这个地方。3年多以后，附近的居民都觉得房子里有股臭味。当他们打开房门时，作家的身体和椅子粘连在了一起，怎么也分不开。清洁工们被叫来帮忙，大家都很害怕。每当我想起那位作家，
就会有一种莫名的恐怖感觉，仿佛他的魂魄还在那里，挥之不去。少女一步一步地朝着他走过来，她的外表就像是一个令人着迷的谜团，是那么的神秘，那么的诱人。少女忽然问他为什么要住在这里。周玲答道：我已经在这儿生活了很长时间，而且还在写东西。女孩绕着周玲的房间走来走去，而她的视线最终定格在地板上一抹殷红色上。一道雷光划破长空，伴随着一声巨大的轰鸣，少女惊恐地尖叫了一声，然后飞快地跑开了。她的背影一闪而逝，很快就没入了大雨之中，只能听到那扇巨大的门砰的一声合上，周围又恢复了安静。周玲觉得有些茫然和挫败。多年来，她一直试图通过对身边人们的生活进行调查，试图与他们进行沟通，但是一直没有成功。这些年来，为何无人与她同住？借着昏暗的房间里的光线，她提起一支钢笔，把它写进了自己的命运笔记本里。屋内一片漆黑，忽的一道淡淡的电光照亮了她。她透过桌子上落满的灰尘镜子，看见了自己苍白死灰的脸庞。她淡淡的一笑，仿佛在讥讽着她的寂寞与无奈。本集已经播放完毕，非常感谢大家收听，也感谢大家点赞、订阅和支持。